本海上自卫队从20日起展开今年度的印太巡航任务，这次将访问17国，参加人数、投入装备都是历来最大规模。期间还将参与5场多国联合军演。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次也将首次访问与台湾断交的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对中共试图与当地岛国加强军事关系进行牵制。美国官员周五表示，拜登总统下周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时，将承诺采取实质措施，加强美国阻止北韩对南韩发动核攻击的承诺。另外，针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宣布将如期发射首枚军用间谍卫星，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22日指示自卫队随时准备好及落入日本境内的北韩间谍卫星。中午，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德州等下级法院裁决，对俗称 RU486 堕胎药美国陪同的限制，证实保留女性获得该药物的权利，并反堕胎团体挫折，同时诉讼仍在继续。这是美国最高法院自去年6月推翻宪法对堕胎权的保障以来，有关堕胎权的最重大案件。苏丹内战15日爆发冲突至今，已造成至少400人丧生。由于苏丹是中共“一带一路”参与国，北京在当地投资高达200亿美元以上，遍及石油、港口、公路桥梁、电力等项目。战火不仅波及货物失联，当地中汽关灯躲袭击。中共央视的苏丹办公室大楼受损严重，用于避难的地下室屋顶直接被打穿。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颁赠褒扬令，总统蔡英文颁赠褒扬令，由辜宽敏遗孀代表接下。今年2月，前总统府资政、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辜宽敏辞世，享其寿97岁。在追思纪念会上，正副总统、各部会首长亲自出席，感谢辜宽敏一生为台湾民主奉献。辜老用他的一生壮大了台湾民主的力量，这股力量也让台湾开出了民主化的果实。未来我们会以台湾为念，将辜老的理念传承下去，守护民主化的果实，让台湾更为坚韧，更为强韧，更为一个好的国家。辜宽敏身为5大财阀名门望族辜显荣的儿子，在228事件爆发之后，移居日本，在当地经商。在台湾民主化之际，他返回台湾，持续推动民主化与本土化运动。辜宽敏的长子、日本野村总和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表示，父亲生前最放不下的是台湾与中国未来的关系。He often said that Taiwan could never be a normal country without a norm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real challenge for him is to come up with a framework where people on both sides can live and prosper in peace. And he believed that his idea of brotherhood of nations, 兄弟之邦,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such a framework. 我相信太平洋有够大，会当容纳美国甲中国竞争。台海嘛有够宽，会当容允台湾和中国伫咧遮生存发展，这是咱应该有的共同目标。在台湾各界寻求两岸和平繁荣之道的同时，国际社会也持续呼吁中共不要以任何行动破坏台海与印太区域和平。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维模、赵廷玉台湾台北采访报道。这次的参观人数截止目前已经超过了3000人。虽然我们的保障压力非常大，但是心里都非常开心，因为来的人数越多，让我们的民众呢，对我们的海军装备有了这个认识和了解，也更好的激发了我们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凝聚了拥护人民军队的信心和决心，为我们备战打仗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支持。
最关键的一个要素。After graduation from the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in 2020, Yuan Mingzheng was assigned to the carrier base unit. That's where he learned night landing and mid-air refueling. And now his focus is on combat tactics.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歼15舰载战斗机，绰号飞鲨。它是一款重型的舰载战斗机，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燃油和弹药，这样可以支撑起它更大的作战半径，以及拥有强大的火力。您对这个战机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其实歼15飞机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更多的是像一个伙伴。我在每次接收飞机的时候，都会绕着飞机一圈，也轻轻拂过它一圈，就像是给老伙计打招呼一样。我们用鲨鱼来表达它作为一款战斗机的能力。And the shark must be constantly fed. 加油机，它的软管它是随风摇摆的，我就像是你在胳膊上绑上了很重的沙袋，然后举起来，拿着一根线，去找一个那个针眼去穿针引线。但前面那个针呢，也是由一个人胳膊上带着沙袋举着跟你对接，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往前跑，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进行对接。都很好，给我分手。很好，这个非常好，来加油。这个夜间作战的意义非常重要，它使我们航空母舰具备了昼间、夜间全天候的作战能力。在海上缺少目视参考的情况下，发生错觉的概率会极大的提高。当时我遭遇的是倾斜的错觉，飞机的数据告诉我飞机现在是平飞，但我感觉飞机是歪的。那最后发展成我认为飞机是倒着的，遭遇了错觉，你才会吓出一身冷汗，会后怕，然后才会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的操纵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有责任去探索舰载机飞行的边界，去突破制约我们战斗力生成的这些限制。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21日接受法国电视一台新闻台采访，其中主持人罗谢斌询问到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的问题时，卢沙野并未正面回应，不过直指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主权国家地位的言论引发热议。L'Ukraine, dans l'époque de l'Union soviétique, internationale, même ces pays ex-Union soviétique, ils n'ont pas le statut, comment dire, effectif dan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arce qu'il n'y a pas d'accord international pour concrétiser leur statut d'un pays souverain. 法国智库策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博达安在推特惊讶表示，中共驻法大使的言论否认了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家的存在，这些国家的驻法大使也出声反击。乌克兰驻法大使奥梅尔琴科推文说，卢沙野的声明与先前中共声称基于国际法支持乌克兰和平计划的立场不一致。立陶宛驻法大使则语带嘲讽说，欢迎来到中共治世，这恰恰证明中共与俄罗斯有很多共同点，提醒欧洲不应重蹈覆辙。主持人也问到卢沙野怎么看最近台湾民调有6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台湾人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过卢沙野依旧不脱战狼发言，称民进党操纵言论，再度恫吓称中共为统一将不择手段。C'est le peuple chinois qui décide du destin de Taïwan. Par la force, Alors, y compris depuis, Par la force, y compris par tous les moyens. Si on ne peut pas réaliser cet objectif de la réunification de la patrie par moyens pacifiques, on peut faire recours à tous les moyens. 法国学者博达安也直接打脸卢沙野撒谎，抛出数据显示，在2014年国民党执政与2022年民进党执政时，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皆高达60%，因此台湾人并非受到操纵，而是能够自由地定义自己。新唐亚太电视胡宗汉、唐吉安整理报道。An Indonesian expert has said that China's performance in innov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as gotten off to a strong start, with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ing 4.5% year-on-year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Last year, China moved up to the 11th spot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2, released by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marking an impressive climb of 23 places from its 2012 ranking. China is now on a par with the U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top 10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usters, with 21 eac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quarter is actually quite positive. So the chances to meet or even surpass this year's target will be much bigger. So that's why I'm quite optimistic. One of the keys is that if you look at the global innovation rankings, China'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ve been increasing quite significantly. In 2022, China has jumped to number 11.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China to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global to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usters as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 And this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 we can be looking forward to, because Chinese innovation, combining it with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would definitely provide greater impetus for global recovery. This is the Seahawk Air Modeling Club. When it was set up in 2014, it was to make model planes. But today, it's used to train pilots. 建载机飞行学员呢，他必须要学习很多航空理论的课程，包括飞机构造、飞行原理、飞机动力装置、机载设备等等。通过制作一架航模呢，就能将这些理论课程形成一个整体的思维，建立起基础的一个态势感知能力和条件反射。我们针对飞行人才培养研制了一些适应他培养的一些装备，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视角的这个飞行器，戴上这个 VR 眼镜，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摄像头，装在这个飞机上，就等于是飞行员坐在座舱里看飞机，给予其更为真实的沉浸式的飞行体验。这是我们为飞行学员量身定制的，目前来看，用了2年的时间，效果还是很明显的。